超跌反弹的军工板块后劲如何呢？年后持续调整的军工行情在5月份开始就迎来了久违的修复。5月以来，中信国防军工指数全月上涨了13.43%，位列29个行业的首位。军工类主题基金在5月也均取得了不错的收益。不过6月以来，军工股表现为震荡的调整，国防军工板块跌了1.77%，市场风格的整体切换相对较快。很多粉丝就会问我，这波军工的行情能否持续？首先，我认为这一波军工上涨的逻辑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跌得太多了，就是这么的简单。再加上之前拜登上台之后，中美关系依旧保持紧张，而最近美国政府又准备对中国的一些企业颁布了一些相关的禁令。在这样的一个大的背景之下，军工板块受益于国产替代的逻辑出现了比较明显上涨，也是情有可原的。尤其是一些被卡脖子的部分子行业，比如说像航空、航天产业链的上下游企业等等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军工板块基本面改善预期持续的强化。2021年1季度，绝大部分的上游电子材料等配套厂商的业绩均出现了大幅的增长。军工产业链上下游的业绩释放会加强整个板块的共振效应，带来比较大的利好。目前军工行业仍然处于主题炒作向基本面驱动的逻辑切换当中。如果半年报能够持续出现较好的业绩体现，其行业成长性将逐步的被机构所接受，会进而引导3季度出现新一波的板块的行情。不过需要关注的是军工板块在2020年下半年整体的业绩基数是比较高的，所以在2021年下半年的业绩同比增速，我认为会比上半年相对来说放缓一些，所以后市军工板块想要一蹴而就的可能性也是比较低的。更有可能的话呢，是出现随着业绩逐步兑现，市场对于军工基本面信心的重新建立，震荡上行会是大概率的事件。我们再从估值层面上看，目前军工板块的估值还并不算贵，动态市盈率是63.31倍，位于2014年以来30%的分位数。相比于创业板、电子行业、计算机行业和白酒板块，仍处于较低的水平。但是我们投资军工板块其实也的确有比较明显的局限性。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客户较为单一，大部分是10大军工集团或者地方军工集团，而且国防产品的非市场化定价，因此大部分军工行业在利润率方面的表现也是比较一般的。另外，军工企业的重要核心涉密信息都是需要进行脱敏处理的，这也将增加收入拆分和业绩跟踪的难度，因而当机构在做投资分析工作的时候呢，会存在一定的难度。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机构对于军工的态度是又爱又恨，配置的不多的最主要的原因。因此也特别提醒喜欢军工的粉丝们，要配置军工的话呢，不宜配置过多，板块是特别容易出现大涨大跌的，我们在投资的当中要格外的谨慎对待。好的，关于军工板块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我是李志，我们下期见。